戟乃是18般兵器之一，这更是一柄可自由拆分的月牙戟。戟身分为3部分，遇敌之时可快速组装，既能直刺又能横击，非武艺奇高之人不可用。长戟的月牙还能卡住对手兵器，可攻可守。杀手自古便有，当今武林中最神秘的杀手组织乃是快活林。这日，首领高老大接到一笔大单，可惜快活林曾经的金牌杀手叶翔因爱上一个女子差点身死，如今只能整日借酒消愁，金牌杀手也成了孟星魂。高老大便命孟星魂前去刺杀江湖枭雄孙玉帛。孙玉帛统领江湖最大帮会龙门帮，手下帮众过万，高手云集，但他从未因此肆意妄为，相反性情沉稳，以德服人，为人处事极为公道，江湖众人尊称其为老伯。而老伯手下有一神秘杀手韩唐，号称天下第一杀手，剑术无双，出手果决。凡是想对老伯不利之人，都要想想震慑江湖的几个字：要杀老伯，先杀韩唐。孟星魂并未妄动，准备等待时机再出手刺杀。然而龙门帮虽然势大，却也并非一家独大，仍有江湖势力飞鹏堡可与之比肩，两方势力向来势同水火。而堡主万鹏王的授意下，飞鹏堡手下关西三虎闯入龙门帮地盘，奸淫掳掠。老伯遂派遣手下得力干将绿香川前往飞鹏堡要人。飞鹏堡中也是高手如云，曾经的江南4公子之一的南宫远，如今也早已掌管飞鹏堡内务10数年。倚仗有这般高手傍身，万鹏王有恃无恐，当场拒绝。绿香川身怀72门暗器，自身武功更是深不可测，未过数招便将关西三虎擒下。眼见他敢如此折损自己颜面，万鹏王大手一挥，召来弓箭手虎视眈眈。哪知身旁南宫远竟是突然暴起，原来他竟是老伯安插多年的卧底。绿香川借此瞬息将关西三虎诛杀，一声道别后扬长而去。南宫远却是从未想过如何脱身，因为老伯仁义无双，给他卖命绝对是最正确的选择。言罢当场挥刀自尽。吃了大亏的飞鹏堡自然难以咽下口气，送来2具尸体以作挑衅。老伯之子孙健武艺高强，性烈如火，当即就要去踏平飞鹏堡。老伯看得通透，万鹏王此举就是要等他们行动，接着黄雀在后，伺机动手。如此不如将其就计，为死者大办葬礼，由孙健亲自主持。待下葬之日，大批杀手果然前来，只是绿香川早有安排，所有随行人员都是龙门帮的人，未过数息便将来犯之敌全歼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竟有杀手从棺材中跳出，孙健一时不察，当场重伤身死。得知独子身死，老伯悲痛不已。而抬棺之人，祖宗3代俱是龙门帮的人，如今却是尽数反叛。天下间最难对付的不是敌人，而是出卖了自己的朋友。丧子之仇必须要报。老伯召来手下冯浩，将一封绝密地址交给他，要他将韩唐找来。然而出乎老伯所料，未等冯浩找到韩唐，韩唐的秘密住所却已被人泄露。飞鹏堡4大护法齐齐上来，幸得韩唐对杀气极为敏感，一根钓鱼竿在手也能大杀4方。4大护法齐上也绝非他一合之敌。此时一蒙面人从天而降，韩唐似认识来人，并未警惕，却没想到蒙面人突然出手，背后偷袭。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剑，而是朋友手上的武器。很快，韩唐的死讯传回龙门帮，老伯明白一切，知道韩唐住处的只有自己、绿香川和冯浩3人。若冯浩是叛徒，他必然不敢回来，所以内奸只会是绿香川。但老伯实在不愿相信，绿香川是他自小收养的义子，更是他最器重的人才。老伯依旧心存希望，决定试探他一番，将韩唐死讯牢牢封锁，声称韩唐与飞鹏堡勾结，指使绿香川前往杭州大方客栈。若他不是叛徒，必然不会知道韩唐已死。但绿香川还是赶到了大方客栈，这里早已埋伏有大批飞鹏堡高手。纵使绿香川武艺不凡，手中七星针凌厉无比，依然是寡不敌众，失手被擒。老伯与最信任的舵主及时赶到，杀了所有人，一个措手不及。飞鹏堡见势不好，立即退走。老伯也打消了对绿香川的怀疑。现如今龙门帮损失2员大将，为对抗飞鹏堡大肆招兵买马，正是刺杀老伯的大好时机。高老大为孟星魂安排好假身份，等进入龙门帮后，自会有内应帮忙。
临行前，孟星魂先去寻找自己的心上人，女子名叫小蝶。自从他无意间遇见后，便魂牵梦萦。只是杀手本该无情，更是身处黑暗，前途未卜。此次任务九死一生，他全当是来见他的最后一面。凭借着非凡的武功与缜密的伪装，孟星魂成功通过考验。入夜内应果然前来接头，只是没想到对方竟是舵主。舵主说出情报，老伯有着一座独立院落，每日黄昏都会在那里休息半个时辰，只有那时才会脱下刀枪不入的天罗纱，届时通过提早准备好的密道就可以刺杀成功。哪知隔日待孟星魂潜入院落，床榻上却没有老伯的身影，原是老伯今日竟没有休息，似是知晓他是杀手，却依然谈笑风生，拍拍手掌便有大批暗卫冲出。正在孟星魂戒备之时，忽有郎中的铃声传来。等孟星魂跟着老伯来到大厅，才发现来人竟是叶翔。3年前老伯曾派韩唐追杀他，两人大战3天3夜，终是韩唐心生相惜之意，放他一马。如今叶翔看似前来刺杀老伯，实际是为孟星魂解围，随即夺来长剑挥剑自尽，就此解脱。而老伯正是小蝶的父亲，他早已得知孟星魂的真实身份。老伯并未杀他，也没有询问幕后主谋是谁，因为他想知道的迟早都会知道。此时消息传来，舵主自尽身亡，虽留下绝笔信，可老伯一看便知舵主乃是被人下毒而亡。局势越发扑朔迷离，真相也即将浮出水面。为了让幕后的内奸现身，老伯下令明日全力进攻飞鹏帮，接着带领绿香川前往密室。密室中有着龙门帮所有的情报网与财产，可以说只要掌握了这些，就相当于掌握了龙门帮。明日进攻飞鹏帮恐有万一，老伯此番便是要传位给绿香川。等到老伯休息之时，命绿香川从旁服侍。也就在这时，绿香川射出七星针，重创老伯。原来他就是幕后的主谋。绿香川面无表情说出自己全部计划，他早已与万鹏王暗中勾结，孟星魂的刺杀令是他所发，孙健韩唐之死俱是他从中告密，就连在客栈被擒也是故意演戏，一切只为除掉老伯，夺取龙门帮。绿香川自觉大局已定，但姜还是老的辣。老伯借着床上机关逃走，暗道中有一个人枯守黑暗15年，为的就是等这一天救他逃命。而地道的另一边，同样有一对夫妇等了老伯10数年，早已准备好了马车。老伯叮嘱船夫驾车逃离，制造自己在车上的假象，路途中一定要在野店停车问路。为了救命之恩，船夫毫无怨言，今朝一别，再见无期。随即夫妇2人便将老伯放入井中，令老伯能够静心疗伤。同样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为免受绿香川拷问，夫妇2人决定提前服毒，等绿香川顺着暗道找来，夫妇2人已经毒发身亡。而船夫驾车赶到野店，不仅向老板问路，还假装讨要了一碗水。等到绿香川寻迹追来，船夫也决然驾车落下悬崖。而另一边，孟星魂在老伯的锦囊妙计下，也早已将小蝶带到安全地点，与老伯心腹手下会合。密室中，老伯运功排毒，七星针虽无药可解，但绿香川不知道的是，绝顶高手凭借身后内功就可以将毒针逼出。数日后，绿香川已掌握龙门帮，就要与飞鹏堡商议划分地盘。孟星魂借机回到龙门帮，而老伯也同样王者归来，两大高手合力施为，不多时将反叛者清理大半。绿香川还想叫人，可老伯已经无声无息夺回龙门帮，局势瞬间逆转。绿香川脱身飞逃，等侍卫们将其包围。绿香川不紧不慢组装月牙戟，稍息挥舞长戟，将所有侍卫尽数斩杀。孟星魂随即追来，两人俱是当世豪杰，长戟短剑一场龙争虎斗，以伤换伤都未能占得便宜。终是绿香川靠着兵器优势卡住长剑，孟星魂却是剑中藏剑，刺中对方。随后老伯赶来，一击重创绿香川，如今叛徒只剩他一人，绿香川却是就地一滚，借暗道逃生。果然不愧是狡兔3窟。绿香川逃到野店，这里藏有他事先准备的巨额财富，老板曾与他从小相依为命，是他最为信任的朋友。哪知老伯等人后脚赶到，老板已经出卖了他，而刚才绿香川喝酒的酒杯上早已经被他抹上毒药。可笑绿香川机关算尽，最终还是自食其果。
待一切事了，老伯将小蝶托付给孟星魂，嘱咐他们退隐江湖。因为权势的争夺千古不移，他怕孟星魂留下来也会变成另一个吕香川。权势如锁链，早已将他牢牢束缚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免后辈重蹈覆辙，让他们能够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。